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，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七星连珠。 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一剑强过一剑，你若再接一剑。 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这是太极剑，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势分明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剑，请吧。 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爷爷，两位叔公，来了，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是暗河3家之姓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，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，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，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我与昌河皆是无名者出身，身上并未流着3族的血脉。暗河3家已经被你们这些外族人掌控了，难怪你们会闯到这里，要与我们影宗作对。哼，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
是。可这万卷楼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武功秘籍，只是藏着那天下的隐秘之事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既然藏着天下隐秘，自然也包括暗河的隐秘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剑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。荣幸至极。白小堂，剑心中。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。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
取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，整栋楼。对。他方才露出的破绽，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一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安和。真的是安和了。当年安和奉命派出杀手就是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吴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，生和大逃时被安和所擒。吴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故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培养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就是3名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，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。你可以看看。苏邪墨，往下念。苏笑言、谢水桃、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，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
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。小心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不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。银虎，大家长，一会儿若情势危急，你带神医先行离开此处。是。大家长，你是觉得苏沐雨解决不了外面那些人吗？苏沐雨一人一剑，天下无人能拦得住。可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不是一人一剑便能改变的。可是，有克制了。他是谁？唐门唐连月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暗河大家长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我也是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来此杀你，只是为了报我二叔的仇，与天启城无关。你还是太过年轻了。你二叔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甚至连唐门都不愿意待，一个人躲到孤冷偏僻的寥落城独居。这样一个人，又为何会有人要暗河大家长出手，亲自杀他？谁找的你们？此刻不提主顾名，这是规矩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唐二老爷在现在的唐门中是最支持你的人。唐门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，门中长老只有他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家长提点，但我还是要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那就恭请玄武使来取我性命。大家长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出手。若是暗河中人来此，也便罢了。可眼前这位只是我慕名册的仇家，我便只有应战。更何况是二萧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濒死的老虎，我亦有我的尊严，亦有大家长应尽的责任。不要动，退下。让我看一看你的万术。废话。有人比我们提前动手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去吗？静观其变，先等大哥回来再说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还真是了解我，居然在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前约我出来一见。
我有东西给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是绵龙剑。去天启城吧，只要你踏足天启，那座城就会有人找上你。以你的本事，你可以越过这些人，找到你秘密的所在，将这里的钥匙交给守护你秘密的人，他会为你和苏昌河打开属于你们两个的盒子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俩的名字便会在暗河之中永远抹去。还有，你一直想知道的无间城覆灭的秘密，也在其中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2把钥匙。如今3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3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彼岸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，会是暗河的血之夜。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要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暗河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可你的野心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你我2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2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苏沐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沐雨，我们始终都是2条路上的人。
你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这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我替你杀，你不想承担的罪孽我来替你承担，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了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便他们叫我送葬时，还记得你我二人走出鬼窟院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现在的我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呢？雪月剑仙，你觉得如何？李城主，许久未见了，苏沐雨。我师弟说，暗河大家长之位的易主会影响江湖，所以让我来九霄城看看。他说，你当大家长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等我杀了穆名策，夺取绵龙剑，一统三家，他不想当也得当。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，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解散暗河，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少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。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大家长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。你也马上就要死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战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起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神爷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，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几位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，可锦薇还记着。真是没想到，
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废物！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，将他强行推上皇位，以至于君臣不和，朝野震乱。我父帅为了大义，最后身死。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他就应该是皇帝。真是笑话！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，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。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，他不做，你能如何？我也不做，你又能如何？几位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，如果不是师父，我5岁那年已经死了。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：杀死禁欲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几位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！禀将军，前方有军队。军队？是陈奎的夏军前来会合了吧？以他的速度，应该要慢一些来才是。不是夏军，是守卫天启城的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？前辈，天军可信。真的是王离天军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想必程叔叔应该很疑惑吧？为什么我爹在攻打着天启城，我却带着王离天军出现在这里，阻拦着上军和下军？唉，有时候侍奉的人太厉害，我这谋士也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原本还有几分担忧，但是看到他们畏畏缩缩的样子，现在多了几分自信。看来萧瑟真的下对了那部扭转局面的棋啊！昔日北篱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行义军侯，雷梦莎之子雷无邪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篱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晨，请全军退避。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篱大都护，银翼军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金甲大将军！楚河，
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下下对几诏啊？念：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旧案昭雪。此局势浩大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奸人已伏法，旧案昭雪，次级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不，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成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，于法场上自刎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军3字吗？大将军！你
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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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卓新进微服法，进言失奏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。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萧瑟说，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可是你爹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新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呀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嗯？父亲要去凤栖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师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2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
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，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副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副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生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副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，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景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峰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